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昨天比特币给的多单建议压回的低点是差了$380，没有命中。不过尤恩来昨天给的 8.7， 现在是又中了。我的观点是尽量以短为主啊，这个位置它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今天给的多单建议，比特币还是维持昨天的23200，以太坊也是维持昨天的1740，尤恩来还是在 8.7。那朋友在问的狗狗币或者柴犬币还能不能买？你尽量去观察狗狗币4个小时 60MA 有没有买点。今天视频要来讨论一下线上不做空压回找买点，这个买点我们怎么利用提前量来判断它的一个买点进行一个获利，不要等到金叉的时候才去买，有可能都是非常晚的一个买点啊。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前一波的比特币我们到底是怎么买上来的。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像 BNOK 永久返佣 2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哦，昨天讲到的这一个上升楔形，它在这一个 25K 计算了一段时间还是压力哦，反正这一段时间尽量观察一下，今天收在这个影线上方到底是什么情况，等下跟大家探讨。它在4个小时里面或者1个小时里面可能不一定是有人在卖哦，主要是这个 25K 上方有可能是短期的压力。那这个楔形的结构现在是会变啊，它如果往上去突破也会变，往下去跌破也是会变。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周末是在缩量。那如果形态要变的一个情况下，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上升的结构。上升的结构我们从低点的时候，我记得是在 21K 开始就跟大家讲，你要去抄底，不管是比特币或者其他的币种，乱七八糟买到现在都是在获利啊。反正线上不做空压回找买点，就是这一条 20MA， 从低点的时候就开始在判断，特别是这一根 19K 的时候，当时是期货开始第一次命中啊。当然现货的话是从这边就一直在买，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压回继续买，因为现在 60MA 已经是这一根去掉，今天要去掉这一根哦，60天均线你自己去观察一下，现在是不是上翘的？反正只要这2条线是在金叉的结构不用去管，压回尽量找低点。那低点要怎么买？买点有几种手法你不要等到这种，比如说前面我不是有几次判断，这个位置给大家猜中过，这个位置也给大家猜中过，包括这个转折点也给大家猜中过。要怎么猜在这种低点？你要利用当时市场的一个心态或者是市场的消息来判断。有时候主力做单的目的它也是根据消息来判断，比如说当时的 CPI 或者是这个位置的加息低点，或者是这个位置 CPI 嘛，我当时都是利用消息，就是主力他也会利用消息。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要看空间来利用这个消息，你不要在高档的位置看到利好，高档的位置利好有可能会是利空下去，那低档的位置你尽量去看利空，利空不一定是利空，它就会上去。这个位置就是 CPI 的利空嘛，利用空间的形态，你利用，我不是有跟大家讲，周线月线都是在 ABC 的低点，是不能做空的。那你看到利空的时候，就是利用这种消息来提前预测，这是第一种手法。那还有第二种手法，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线上不做空压回找买点，而且是在死叉的时候去找买点，不要等到金叉的时候找买点，有可能是还会有这种上涨。那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的金叉你可能会买在这一根，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到这一根出来的时候是没有金叉，你看到的金叉是在这一根，你追在这一根，有可能它就是在压回。有时候金叉买点是很准，但是有时候金叉的买点是不准。那我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线上不做空就是这一条我们散户的生命线 20MA， 我个人是看得非常的重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时差的时候，你尽量利用这种，如果有消息配合，你在这种时差的点位去买，或者是利用消息在这种点位时差的时候去买，利用消息时差的时候去买，都是压回到低点的位置有可能会出利空，就不是利空。压回到低点的位置出利空不是利空，压回到低点的位置判断有可能会有利好，利好就是利好。这种消息就是这样子来应用，买它转折的低点，因为它在波段里面上涨就是这样子慢慢上去的哦，每次上去都会有这种低点啊，就是这种低点来找买点。那还有一种手法是这样，
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你低点猜不到这种低点，或者你猜到这种低点，那还有一部分资金你利用第一根上涨的时候出量，特别是又看到多方的吞没，有可能要收多方的吞没，在盘中出量的时候去追第一根，盘中出量的时候去追第一根，量能盖过前面的这个量，包括这一根，当时是跟大家讲，你要追这一根是可以追的。拿到现在的话，是不是有利润？现在在吃肉的情况下，反正我的观点是我们继续给我保吧。那昨天聊到的这一个上影线 25K， 我们还是讲这个 25K 是短线上很重要的压力位。我们今天要再来判断一下这一个大量到底是谁在卖的，也不一定可能是有人在卖啊，因为前面是跟大家判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可能还是在整理，包括这个位置都是在整理。当时是这边不是有一个形态横向盘整破位，这边就是有消息的那一个是加息嘛，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破位不是有消息嘛，不是跟大家讲有可能 CPI 会有转折，就是有消息啊，都是在低点的时候主力就是利用消息，那拉上来以后，现在的位置这整个区间可能跟这个位置是很像啊，它每一次整理的形态不一定都一样，这个位置是很短，这个位置是相对比较长，这个位置类似平台型整理，那这个位置呢类似分轴型整理，压回又走了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是大量，这一根也是大量，都是多方的量，但是这一根大量以后，这边有一根空方的量，空方的量是不是空方的量不一定哦，我们再细心观察1个小时，1个小时里面看到的现象不是空方的量，这是多方的量，这也是多方的量。如果它是在这一根下跌的时候爆出很大的一根红 K 的空方的量，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有人在出货，所以今天可能要修正一下，短期反正我们尽量观察吧。下一周估计还是整理的形态，它现在价格能一直稳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所以判断要改一改啊。昨天这个上影线，反正我们尽量不要追啊，但是长线的仓位我也是选择在报，就是不要追，一直报。报的话，判断有可能昨天这个上影线还是这样子啊，有人可能拉了以后，短线主力估计可能有平了一部分，但是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主力平的，有些可能是短线客看到 25K 平的，那我们尽量在这个位置就不要做追加，还是看有没有压回的低点啊。包括狗狗币也可以观察一下，朋友是问能不能买，买不买？我的观点也是不要追哦，就是它短期这几个影线的位置是有一点压力，是这样子哦。前一波的这一个低点不是破位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一条直线过去，就是在这几个上影线的位置，大约区间，我们画一个矩形的区间，就是这一个低点，大约是在 0.70 附近，也是有一些压力区哦。但是我的观点是，尽量你去观察4个小时还有没有买点，4个小时的60 MA 还有没有压回这种点位的买点。至于它的这个大量，也可以按比特币的分析来判断。你去看1个小时哦，因为我也是有发现，狗狗币在1个小时里面高点的位置，基本上也是多方的量，空方的量只有这一根，不是很明显哦。反正如果是它下一步有出这种空方的量盖过多方量能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谨慎一点。你这边要追也是适当控制仓位啊。看个人的一个配比啊，我个人是以太坊选择相对比较多一点这一波也是好几个支撑，前面的1540、1640，现在又修正到以太坊是在1740，还是维持1740啊。1740它就是大约是在前一波的这个高位区横过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尽量看有没有1740啊，因为现在以太坊也是在缩量。那不然我的观点还是选择报，包括其他的柴犬币也可以观察一下。刚刚也是有朋友在问，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它这个 0.128 这个位置能不能挑战，现在量能也不是很明显，要追价的话，你不然等看还有没有20 MA。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